立法院在今年的1月10号正式通过了平均地权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，并且在7月1号正式上路。消息一出，各界哗然，甚至有人说这是近年来打炒房最重的一拳。那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到底是什么？以后排队买房的热销景象，真的要走入历史了吗？Hello， 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虽然在今年初的1月10号就已经通过了，不过也留下了半年的时间当作缓冲，一直到7月1号才开始实施。这个平均地权条例难道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忠会告诉你什么是平均地权条例，以及这一次的修正案修正了哪些地方。不过在开始今天的正题以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买卖房子的朋友，你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轻松又有趣的房地产知识影片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什么是平均地权条例？平均我懂，地权我懂，条例我懂，怎么合在一起就看不懂了？咕噜咕噜。真的要追根究底，这个概念最早起源自周朝的井田制度，后来孙中山在1903年时首度把平均地权的概念纳入革命纲领，是三民主义当中民生主义的核心理念。接着到了1949年，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，陆续推动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，例如375减租。随着都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，政府在1954年制定了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，是土地法中的特别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台湾的各大都市实施平均地权。20年后又扩大范围，改为全面实施，并且改名为平均地权条例。当中就包含了4个重点：规定地价、照价征税、照价收买、涨价归公。那今年的修正案又有哪些重点呢？第一，禁止预售屋的换约转售，也就是你的预售屋或新建成屋的买卖契约，除了配偶和这些血亲以外，或是内政部有公告的特殊情形以外，不能够把这个买卖契约让与或转售给他人，建商也不能同意或帮忙你让与或转售。如果有违反，每一户可以罚50到300万元。不过，如果是因为内政部公告的特殊情形，包含签约后遭到强制执行、非自愿失业等重大事故、重病长期疗养或重大变故以至于无力缴款，那就可以不受到限制。第二，重罚不动产的炒作行为，也就是如果有刻意营造热销假象的手法，像是找工读生来排队，在脸书啊、赖群啊揪团买房等等，每一户可以罚100到5000万元。第三，另外建立检举奖金制度，如果你发现了刚才提到的炒作情形，只要搜证并且检举成功，最高可以抽30%作为检举奖金，上限是1000万。第四，管制司法人购买住宅，也就是如果司法人买了一间房子，誊本上面的用途那一栏写的是住家用，那就会被限制5年内不得移转、让与或预告登记。不过这个限制又包含了6种需要经过许可的情形和9种免经许可的情形。另外，司法人购屋还必须事先申请许可。第五，解约申报登录，也就是预售屋买卖契约，如果解约，建商应该要在30天内申报登录，违规的话，每一户罚3到15万元。这个修正案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打投资客和炒房团。如果你是单纯买来要自住的，那就不影响。不过有一点倒是蛮值得注意，那就是刚才提到的第4点，管制司法人购买住宅的部分，当中提到的免经许可和需经许可的情形。也就是说，司法人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购买住宅，像是为了避免影响都更危老的推动，司法人买住宅来等都更是可以免经许可的。再来，如果买来当作员工宿舍，也是可以申请许可的。那这对于包租代管的产业，或许就算是一个利多。总结来说，今年的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，就是针对炒房的族群来记重拳，透过修法的手段来遏制短期内的哄抬、炒作价格的行为，也难怪会被各界形容为打炒房最重的一拳。
至于政策的成效究竟如何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一集没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平均地权条例。如果想要看比较轻松的话题，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，也欢迎加入我的 Line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这里是房仲诸葛亮，我们下次见。